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冰岛蓝湖地热温泉在临近火山稳定后于周日重新开放，数百名游客在火山口喷发的背景下享受温泉浴。该火山已沉寂800年后于12月重新活跃，目前已发生第5次喷发，规模最大。接下来，亚洲股市上涨，投资者期待欧洲和加拿大降息。尽管持续的通胀可能使降息进程复杂化，欧洲央行预计将于周四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 3.75%， 这将是其首次在美联储之前实施宽松政策。接下来这条，韩国制造业活动在5月扩张至2年来最快速，因全球需求扩大，产出和订单增长强劲。下一条，美元走低，因上周数据显示4月美国通胀企稳，为美联储今年晚些时候降息敞开大门。下面这条，澳大利亚独立工资设定机构将全国最低工资上调 3.75%， 基本与通胀一致，以帮助家庭应对飙升的生活成本。接下来，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提供廉价信贷等积极支持房地产市场，投入大量资金以解决开发商的现金流压力和过剩库存问题。虽然央行信贷规模仍不够，但中国也在动员商业银行提供资金支持。从北京的角度来看，使用货币工具进行救助比直接通过财政支出注入政府资金，具有快速应对经济下行风险的优势。接下来这条，中国电池组件制造商和特斯拉供应商 CNGR Advanced Material 正在寻求收购阿根廷卤水矿床的主要股份，以扩大其在锂资源丰富的地区的业务，同时在亚洲以外建立自己的供应链。接下来这条，美股通胀数据缓解推动亚股周一大幅上涨，恒生指数涨幅 2.7%， 上证指数涨 0.3%。 让我们关注英伟达计划每年升级人工智能加速器，2025年推出 Blackwell Ultra 芯片，2026年开发 Rubin 下一代平台。英伟达预计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引发新的工业革命，并将在该技术转向个人电脑时发挥重要作用。让我们关注印度股市创纪录上涨，因出口民意调查显示莫迪总理所在的政党将大获全胜。亚洲股市录得2个月来最大涨幅， MSCI 亚太指数创3月21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。接下来这条，尽管市场对需求前景担忧， OPEC 加同意逐步恢复生产，维持对油价的支持，但交易员保持谨慎。下面这条，全球航空业上调2024年利润预期，预计利润将达305亿美元，收益接近1万亿美元。因创纪录的旅客搭乘航班出行，尽管近期罢工，但航空公司已抑制住基本劳动力成本，因此收益高于2023年上调后的274亿美元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 Reddit 放出的 1.16 亿美元 GameStop 股票截图引发周一开市狂欢，该股票已飙升超过 19%。 Reddit 账户曾在2021年推动了该股票的狂热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